什么叫社会状态所造成的心累呢？譬如说像台湾，很多人一辈子都买不起一个房子，所以呢，他发现呢，我工作一辈子，我连一个房子都买不起，我干嘛这么努力呢？他就觉得心累啦。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喜乐，很高兴又跟各位见面咯。这次呢，我们喜乐来开杠呢，要来聊的呢是心累。那什么是心累呢？心累的意思是说我的身体不累，但是我的心好累，我的心缺乏动力，缺乏动机，我一种无力感，心的一种疲劳感，导致呢我没有动机做任何的事情。我只想躺平。这个状态呢，如果是一个短期的疲劳，那也好。可是呢，有蛮多的朋友呢，陷入了一个长期的一个心累状态，也就是一个慢性疲劳的状态。那这个状态就不太妙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状态如果再往下掉下去的话呢，就容易成为忧郁症。你会呢整个人呢垮下去进入忧郁的周期，那就相当的不好。所以呢，我们就来谈谈呢心累的状态它是如何发生的，碰到这个状态我们应该如何调整。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心累呢有哪几种呢一个触发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当然呢就是过度工作了，我们做太多了，很累那我们因为呢做太多了，譬如说呢，像我们这种 YouTuber 或者创作型的工作者呢，他不断的在输出，譬如说作家一直写，但是他没有进来的东西，长期呢输出而没有输入呢，心力耗竭了 burn out 被掏光了，他自然心会很累他会没有力气因为呢，所有东西都只有出没有进嘛。这个样子的话呢，这种心累的话是属于疲劳式的心累。这种心累呢，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好好的休息，然后呢，好好的输入去阅读也好，去旅行也好，或者去思索比如消化吸收呢之前呢所累积的经验，总结一下，让自己呢能够有一个重新的整理。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心累的状态呢就会很容易的就自然就解除。所以呢，这类的心累呢是属于呢长期的工作过度或长期的付出过多而收的比较少的人呢会产生的状态。当然也不只是工作啦，也许呢在感情上你会心累因为呢如果在一段感情当中，长期你是一个付出者，你都没有得到任何的回馈的时候，你自然也会心累你会觉得我做这么多，然后呢什么都没有回报，到后面你也撑不下去了，你会觉得好累我不想再做了，就崩溃了。这是第一种就是付出过多或者是工作过度所产生的心累。第二型的心累是什么呢？我们受到创伤了。怎么说呢？我们人生碰到了重大的挫折，亲人的去世，或者是我们事业上的一个挫折，或者甚至呢我们呢长期追求的东西呢，我们发现呢它只是一个妄想，那种理想的崩溃，这种呢都是一种创伤。这样的创伤呢也会让我们呢心很累，倒下去，然后呢提不起劲来做任何的事情。为什么呢？很简单，我们失去了挚爱，我们生命中所倚靠的重要的亲人走了，那是一个巨大的创伤。这样的巨大的创伤呢，第一件事情就会让我们觉得那我活得还有什么意思？我这个人在这个世界的所有的牵挂或者是重要的依靠都消失了，那我只有孤零零的自己，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就会有一种自我生存意义的怀疑，那这自然会心很累。我们呢追求了一个事业，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最后还是失败，那我们也会觉得我做这么多，然后呢一事无成，你就会否定自己，你会觉得自己活着呢并没有任何的意义，你会丧失意义感、目标感那这个也是一种很强烈的心累。这些心累呢都是来自于创伤，也就是我们呢期盼的东西、依靠的东西呢瞬间的崩溃跟消失了，带给我们很巨大的痛苦。这样的巨大的痛苦我们承受不了，我们崩溃了，然后呢就爬不起来，就整个人就灰心丧志。这个部分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些调理或者是做一些咨商，然后呢做一些创伤疗愈的一些治疗，让我们呢慢慢的复原。那第三种的心累呢，其实是一种新型的心累。怎么样呢？就是呢我们的多巴胺刺激过度的心累。什么叫做
多巴胺刺激过度的心累呢，这个东西呢很简单哦，就是我们常常用的3C 软体啊，社群软体啦，抖音啊，小红书啊 ，YouTube 啊，各种的短影音啊，各种的社群软体啊，都带来很多的刺激。因为呢，这些软体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设计的原理呢，就是它要刺激你的大脑，让你的大脑分泌多巴胺，让你产生快感。因为多巴胺是一个快感的荷尔蒙。它一分泌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爽，然后呢，我们就很兴奋，注意力呢就会抓住那个让我们兴奋的东西上。所以呢，这些东西的设计呢，它会不断的刺激你的多巴胺。多巴胺呢，它不是一个可以长期刺激的东西，它都是一阵一阵一阵的。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些软体的设计呢，都是30秒。30秒30秒30秒，就是一个新的东西，它不会一直停在同一个东西上，因为停在一个东西上的话，你会开始觉得无聊。所以呢，它会不断的变，但是呢，也不断的有新的刺激，让你呢一直留在上面。那为什么这个东西会让我们心累呢？很简单，当我们的大脑呢长期处在这样的状态，第一个神经会疲劳，第二个呢，它有时候呢会让你呢成为一个上瘾的状态。那一个东西一旦上瘾了，你会离不开它，就像你把手机放下来，你就会开始觉得无聊，你不知道干什么好，然后你就会拿手机再拿起来看。为什么？好，就像吸毒一样，这个东西很让你很爽，然后你不吸你就很痛苦，你就会拼命的想要再吸。因为呢，除了这个东西之外，你感觉不到任何的快乐了。当你的生命的东西呢都一直要依靠它来得到快乐的话，你的内在会越来越空虚，然后到最后会崩溃。因为呢，会到一个临界点之后呢，你连手机都懒得拿起来了，因为你的大脑的神经已经耗竭了，你已经没办法承受这么多东西了，你的神经系统崩溃了，所以呢，你会很快的进入一个忧郁的状态。这个呢，最近才会发生的事，因为以前没有手机这样的东西。那手机的一个设计的那个原理呢，也是蛮邪恶的，它就是刻意的让你上瘾因为他希望你把注意力放在上面越久越好嘛，这样子他才能获得利益啊，他才可以卖你广告啊，然后他有广告了，他就有收入啊，所以他巴不得呢，你24小时都盯在3C 产品上。所以呢，这个东西呢，也是一个呢很可怕的东西，各位呢是必须要警醒跟小心的。再来呢，第4种的心累呢，是一个呢社会一个状态的一个心累。什么叫社会状态所造成的心累呢？譬如说像台湾，很多人一辈子都买不起一个房子，所以呢，他发现呢，我工作一辈子，我连一个房子都买不起，我干嘛这么努力呢？他就觉得心累啦，我何必那么努力呢？我再怎么努力，我也买不到房子啊，我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成家立业，那我干嘛努力？我就用最低的状态混日子就好了。所以呢，我就处在一个呢躺平的状态，一个摆烂的状态，反正呢也不能这样，反正也不能那样了，所以呢我干脆呢我就好死不如赖活着吧。这个状态呢也是让人心累的一个状态，原因是因为他在这个社会上找不到自己的定位跟价值感，他的努力呢无法在这个社会上获得呢他相对应希望达到的状态。这个状态呢是社会结构的问题，也蛮严重的。那再来呢，第5个呢是没有精神生活因为呢这个社会是一个物质化的社会，什么东西都是要求的都是物质，我要钱，要名，要利要别人的注意要别人的追捧要有社会地位，有这些种种外在的东西来填满我们自己。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呢是会很慌张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内在没有一个可以从内在涌出来的一个喜悦、自我肯定跟价值感的，我们只能不断的追逐这些物质上的东西，导致我们内在是空虚的，是空洞的。一旦呢这外在的这些东西呢都无法成就，或者是都已经得到了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内在是空的，你会怀疑人生，这些东西我都有了，可是我怎么不觉得快乐？我要有人，要钱有钱，要人爱有人爱，怎么都有了，可是呢人生呢却觉得好无聊，好空洞。所以呢你会发现那些亿万富翁，那些影视明星他们呢常常呢都得忧郁症，或者呢是吸毒去。原因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生命里面还有更宝贵的东西，对于生命本身的探索，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他们不知道向内看还有很多宝贵的东西可以得到，无论是宗教层面的追求
精神哲学方面的一个思索探索，所以生命的探索无论是艺术层面的那个修养或滋养，它都是一无所知的。回头来你会发现你的内在完全是空洞的。当然这样子也会心非常的累，然后呢你也会提不起劲来，因为内心非常的空虚。总之呢，这几类呢是我们呢为什么会心累的主要的几个重点。一般的那种过度工作的心累或者是过度付出的心累呢，是可以休息，你去阅读，跟所爱的人相处，跟家人相处得到滋养，这样子呢就可以慢慢的恢复过来。属于创伤类的心累呢，这个就需要积极的治疗。那我们在我们的频道里面就有讲到了创伤疗愈，各位可以去查一查我们这个频道内的创伤疗愈的主题呢，它可以帮助你呢慢慢的从一个受挫的创伤的痛苦的一个经验当中慢慢的走出来的一个疗法。再来呢是 3C 产品的部分呢，我个人是认为如果你已经达到蛮强烈的 3C 的上瘾的程度的时候，蛮推荐升天疗法的。升天疗法呢，它是可以让你呢比较快速的从这 3C 上瘾所导致的沮丧状态慢慢恢复起来的。它大概是1个月的时间。第一阶段呢，它就是强迫你要躺着，当然这段时间是绝对不可以用手机的，那你就是躺着，什么事都不做，就躺着睡觉，躺着睡觉，除了吃饭上厕所以外就是躺着睡觉，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就会开始做轻劳动。什么叫轻劳动呢？就去擦擦地啦，洗洗衣服啦，打扫环境啦，散步啦，等等的。那第三阶段呢是重劳动，就是做会流汗的工作譬如说砍柴譬如说搬水耕田需要大量体力的劳动。那为什么呢？这个是一步一步的让你呢恢复跟你身体的连接。各位在玩手机的时候应该都有发现，无论你是坐着玩手机或者边走路玩手机，我们在玩手机玩到入神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在哪里，对不对？我们跟自己的身体是非常非常遥远，导致于我们跟当下的连接呢是非常非常的断裂。生命要喜悦有一个重点是要跟当下是有所连接的。所以呢，升天疗法这个3个步骤呢，3个阶段呢，就是强制你慢慢的呢，跟身体在取得连接。当你跟身体取得连接，你就跟当下取得连接，跟当下取得连接，你就会有自然而生的喜悦。而且这个喜悦呢，不是多巴胺的上瘾，是一种平静的，是一种喜悦，喜滋滋的，然后呢满足的状态，跟所谓的多巴胺的刺激那种兴奋爽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再来呢，对于在社会上的一个阶级所产生的社会上的受挫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是要怎么做？去培养我们的精神生活，让我们的精神有一个支撑，有个寄托无论是音乐，无论是艺术，无论是宗教，无论是哲学都可以。这些东西呢是要来撑住我们的内在的，让我们内在不感到空洞，知道我们的人生不只是要完成某一种，譬如说我要赚大钱，我要买房子，我要这样，我要那样，这个之外，我们内在有一个中心，我们知道生命呢本来具足的满足了，内在有一个生命的一个奇妙的奥秘之在的。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我们内在有个这个东西的时候呢，我们呢就会知道我们做事情呢就是认真的做，然后呢走向我们希望的安稳。无论是你所做的事情是成功或不成功，你的心呢都是稳定的，都是一个平静的状态，自然呢就不会是一个躺平的一种心累的状态，这样子呢才是比较健康的。好，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咯。如果呢各位呢觉得我们的内容还不错的话呢，欢迎按赞订阅。如果想要得到影片的通知，请按小铃铛。好，谢谢各位的观赏，谢谢。